就是这里。给我开！成了。这就是地力学上极其罕见的深层天然矿泉活水。整整50张大团结，我瞎眼老娘攒了半辈子的家当，全在这儿了。大炮，你疯了！这是你瞎眼老娘攒了半辈子的买猪仔钱，是你家全部的家当。你拿着500块钱去包村后头那座寸草不生的死石头山。村长，红纸黑字，盖章生效，从今天起，那座石头山归我陈大炮管。大家伙快来看看，嘿，陈大炮想钱想疯了，花500块巨资买了个鸟都不拉屎的乱石滩。大炮这孩子脑子进水了吧？那破山上连个野草都种不活，他老娘还在床上咳着血呢，指望这钱买几头猪仔翻身，这下全打水漂了。陈大炮，你那瞎眼老娘要是知道你把救命钱砸在石头上，非得气得当场咽气儿。以后咱们村谁家盖猪圈缺了电石牌，都不用去河滩捡了，直接去你那座宝山上搬。哈哈哈哈哈！管好你家猪圈里的猪，我陈大炮拿自己的钱干自己的事儿。这红纸黑字盖了公章，这山就是我的。还有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以后我赚了钱，你别得红眼病。你要是敢上我的山眼红，我抽烂你的嘴！陈大炮，你要是能在那破石头山上抠出1分钱，我匡伟以后名字倒着写。县志记载，60年前这里发生过特大洪水，淹没了半座山。洪水退去后，地质变动，乱石封山。这座山就是一座被封印的天然宝库，就是这里。给我开！成了。这就是地力学上极其罕见的深层天然矿泉活水。这些鱼太大了，村里泥塘养的鱼长到5、6斤顶天了，可眼前这些随便一条都绝对在20斤往上。市场上带泥腥味的草鱼撑死卖5毛1斤，我这些鱼的肉质绝对媲美顶级海鱼。都给老子仔细点搜！陈大炮那个穷鬼，今天下午扛着工具上山，到现在都没下来。这破山上连个兔子都不拉屎，他躲在上面干什么？肯定有鬼！伟哥，你说陈大炮该不会是在山上挖到了什么古董宝贝吧？放屁！他祖坟冒青烟了，能挖到宝贝？我爹说了，这山是集体的财产。陈大炮就算是用500块包了地皮，但地底下的东西那都是公家的。他要是敢偷挖公家的东西，老子今天就把他扭送到大队部去游街！伟哥，你快看，这里的石头有被撬过的痕迹，地上的土还是新的。哈哈，陈大炮，你个果然在这儿！都把手电筒给我往石头后面照，老子倒要看看他在里面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伟哥，这石头缝里冒着凉风呢，肯定有大洞。绝对不能让他们看到冷泉里的远古巨鱼。陈大炮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哎呦我操！退，快退！陈大炮啊，陈大炮，你他妈是不是受刺激疯了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到这破山上敲石头玩？怎么着？你还真打算把这山给愚公移山搬空了啊？伟哥，这小子估计是心疼那500块钱，在这石头缝里抠出金沙来呢。匡伟，这山我包了，白纸黑字，这山上的石头，哪怕是一坨狗屎，现在也是我陈大庞的。我爱半夜敲石头，还是爱半夜啃石头，都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，滚下我的山！行，你狂，你继续敲你的破石头，老子倒要看看你那瞎眼老娘明天吃不上饭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跪着来求我的？咱们走。好险，
但这一局我赢了。这冷泉水极寒，普通人根本不敢下水，但我没有退路。足足搏斗了10分钟，我终于把这条20多具鱼拖上了岸，紧接着又潜入水中抓了一条差不多大小的冷泉老鲤鱼，2条鱼加起来足足50斤。媒介大队的牛车，全靠这双磨破底的解放鞋，生生走了30多里夜路，赶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我站到了县城最气派的巨豪大饭店门前。哎，干什么的？谁让你进来的？这位就是巨豪大饭店的采购王经理，出了名的势利眼，也是出了名的挑剔。王经理是吧？我来送货，极品瘦身鱼。送货？哪儿来的乡巴佬？去！我们巨豪大饭店是什么地方？这里要的都是沿海空运过来的海鲜，最次也是国营大渔场里精细养殖的特供鱼。你拿几条野坑里捞出来的破草鱼也敢往这儿送？真当这里是菜市场了？这小伙子怕是没睡醒吧？草鱼，现在菜市场草鱼5毛钱斤都没人吃，咸一股子泥腥味儿。赶紧走吧，别弄脏了咱们后厨的地。滚！白送我都不要，拿去喂猫都嫌土腥味重。这么大的草鱼，鳞片怎么是银色的？个头大有什么用？长得越大，肉越柴，泥腥味越重。哼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你要干什么？这是草鱼！吵什么吵？前面马上要准备外宾的接待餐了，进不到好货，今天全给我扣工资！刘主厨，您快来看，快看这条鱼！紧实、脆亮，没有黑膜，没有泥腥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是饿养了10几年的深层冷泉瘦身鱼。小兄弟，这鱼你在哪儿弄到的？这种极品货色，别说咱们县，就是省城甚至首都的钓鱼台都不一定能天天见到。哪儿弄来的你别管，就问这鱼，你们大饭店收不收？收，必须收！老王，今天中午外宾的菜单给我改了，主菜就是这道清汤冷泉鱼，快给我切片试单。脆甜弹牙，咽下去后喉咙里竟然有冷泉的清香，这口感直接秒杀了几千块1斤的深海鱼，绝了，真是绝了！小兄弟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狗眼看人低，您大人有大量啊！这鱼，普通草鱼5毛钱1斤，我给您10块，不，12块钱1斤。你带了多少，我全包了。以后你有多少，我们巨豪大饭店全包了。啊，2条，一共52斤。拿称，快拿称！小兄弟，这长期供应的合同，过几天再说。我没买花里胡哨的东西，只买了1袋最顶级的富强粉，整整5斤上好五花肉和2罐麦乳精。我要让家里瞎眼的老娘今晚吃上全村最香的白面猪肉饺子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村的大能人陈大炮？我可是听今天去城里拉货的拖拉机手李大爷说了，你在城里的供销社眼睛都不眨一下，买了整整1袋富强粉，还割了5斤肉。你昨天才把家底掏空买了那破石头山，今天哪来的钱买白面和肉？我哪来的钱关你屁事！好狗不挡道，把你的粪车挪开！挪开！陈大炮，你少在这给我装蒜！你昨天半夜在石头山上挖东西，今天就进城发了财，你肯定是挖到了大队以前埋在山里的集体财产。我爹是村长，我今天代表大队严查你这个挖公家墙角的蛀虫，把你的麻袋倒出来，把你的口袋翻过来。你要是不把私吞公家的钱和东西一分不少的交出来，你今天别想踏进村子一步。在这荒郊野岭，匡伟想仗势欺人，强行搜身，只要被他搜出那600多块钱，他绝对会一口咬定我偷了公家钱，直接据为己有。乡亲们，大家伙都快来看看啊！村长家的大儿子匡伟带着人在村口拦路抢劫了，连我给我瞎眼老娘买的1口肉都要抢啊！大炮，你瞎嚎什么？谁抢劫了？我这是在查大队的集体财产，你昨天才花光了家底，今天就从城里买回了白面和肉，你敢说你没偷拿公家山上的东西？就是，
大炮，你这钱哪来的？必须给个说法。你要说法是吧？好，我今天就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，给你们一个清清楚楚的说法。东西都在这儿了，公家的东西在哪儿？这只能证明你买了东西。你买东西的钱哪儿来的？你肯定是挖了山上的古董卖了。这得多少钱啊？得有几百块吧？大炮这是发了什么横财了？陈大炮，你还敢说你没偷山上的宝贝？你这钱，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！匡伟，你昨天当着全村人的面说，我要是能在石头山上抠出1分钱，你就倒立吃猪屎。你不是说那山上都是破石头吗？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钱就是我卖石头赚来的。城里国营的巨豪大饭店要在院子里建假山，人家王经理就看上了咱们荒山村石头山上那些奇形怪状的麦糊石。我今天挑了2大块造型最好的下山，人家当场给了100块钱一块的高价。这些钱干干净净，全是我用肩膀一斤一斤挑出来的汗水钱。石头卖钱了？城里人疯了吧？花100块买块破石头回去看？匡伟，记不记得昨天你说过的话？大炮这回可是扬眉吐气了。老娘吃着白面饺子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整整1个月，我彻底开启了疯狂敛财模式。每天深夜，我潜入深水，每次徒手捞起2条20多斤的极品冷泉鱼。为了防备匡伟这种红眼病再次盯上，我极其谨慎，最下面藏鱼，中间垫草，最上面压着假山石。每天天不亮，我就挑着这层层伪装的担子，走30里夜路进城。冷泉瘦身鱼的名号在县城高层圈子彻底打响。王经理怕我断货，主动把价格涨到了15块一斤，每天1趟，一天稳定进账300多。我的娘哎！大炮，这是电视机，咱们县城都没几台的电视机，这机灵摩托车得2000多块吧？大炮，你这1个月到底在山上挖了多少石头啊？李叔，抽烟。张婶儿，这有城里带的软糖，拿去给孩子舔舔嘴。大家伙都别眼红，我陈大炮包山赚了点辛苦钱，今晚我把电视机架在院子里，全村老少爷们儿，不管是谁都能来我家看电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鱼，他卖的是鱼，他根本没卖石头。那破山上竟然能养鱼，还能卖15块一斤，被这小子骗了。我就说石头山怎么可能变出钱？原来是鱼，草鱼而已。他不能养，我匡伟难道养不出来？只要是鱼，老子就能养得比他多10倍。乡亲们，他根本不是卖什么破石头发财的，他在山上养鱼，卖的是草鱼。草鱼？草鱼怎么可能卖那么贵？大炮这小子真能藏事儿啊！他陈大炮能养鱼发财，我匡伟也能。而且我要搞就搞最大的，我明天就去省城的渔场买5万尾最好的鱼苗，我家的猪粪就是最好的饲料。我要把村东头那片废弃的烂泥塘全包下来养鱼。陈大炮，你只有1座破山，老子有50亩烂泥塘。等到了秋天，老子的鱼出塘，我要用铺天盖地的鱼把你彻底挤破产。我要让你知道，在这个村，谁才是真正的首富。大炮，你可得防着点啊！匡伟这次可下血本了，3000多块钱砸进去，那鱼苗要是长大了，这市场还不被他给垄断了？垄断？李叔，
他愿意养就让他养，拿泥塘土星鱼碰死我的冷泉极品瘦身鱼，这叫找死。随他去吧，他要是能卖出去1条，我算他有本事。2个月里，我每天雷打不动，凌晨抓鱼，清晨送成。信用社账本上的数字像滚雪球一样膨胀。我翻修了屋顶，甚至准备打地基，盖全村第1栋2层小洋楼。倒，全都给我倒进去！吃吧，吃吧，都给老子快点涨！等入秋了，老子就是全最大的水产大户！陈大炮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入秋了，匡伟池塘里的鱼也到了该收成的时候，靠着高密度投喂快速催长，塘里的鱼个个长势迅猛，体态壮硕。明天饭店有一桌极其重要的外宾接待，王经理特意嘱咐，今晚务必多捞几条体型完美的冷泉鱼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靠，水脉发生了地质变动，肯定是前阵子连续大旱，导致地下深处的泉眼泥沙松动，形成了倒灌的漏斗口。要是不堵住，这汪几10年未干的冷泉，今晚就会彻底流干。不能干，绝对不能干！水流在耳边疯狂咆哮，我必须潜入水底，在水被抽干之前找到那个崩塌的泉眼。大旱导致地基松动，堵水的巨石偏离了位置，水流吸力太大，硬推绝对推不动。给我过去啊！保住了，危机解除。李老板、王老板，你们睁大眼看看，这就是我匡伟的50亩大鱼塘，里面的鱼条条都是肥头大耳，吃的那叫一个壮实。邝老弟，这水味道可够冲的啊！嗨，这您就不懂了吧？这叫有机肥料催肥，长得快。下网，捞几条大货上来给老板们过过目。您看这分量，绝对足称。邝老弟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这鱼背上的鳞片全都是黑膜，这泥腥味隔着3米都能闻到，这根本不是给人吃的，这是在猪粪里泡大的吧？李老板，草鱼不都长这样吗？洗洗不就行了？我这价格绝对便宜，市场价5毛，我给你3保5。哈哈哈哈，3保5，你白送给我都嫌脏了我的车。匡伟，你是真不懂行情，还是在这装傻？今年风调雨顺，外省的国营大渔场全都丰收。现在市场上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吃饲料长大的普通草鱼，菜市场里2毛钱1斤都没人要，烂大街了都！你这种在猪粪坑里养出来的劣质土星鱼，人吃一口能吐3天。走走走，简直是浪费我们的时间，还以为有什么好货呢。哎，李老板、王老板，别走啊！2毛1斤也行啊，1毛5，我这可是砸了3000块钱的本子啊！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滚开！你砸多少钱关我们屁事？你这毒鱼谁买谁砸招牌！开车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匡伟，你个天杀的啊！你怎么能这么坑人啊？你不是说能发大财吗？我的500块钱啊！那是我留着给儿子娶媳妇儿的钱啊！鱼没人要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？混账东西！你把全村人都坑惨了！大炮，都是你，是你抢了我的风水，是你逼死我的！王科长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叫陈大炮的，他在后山的死水洞里偷偷养变异鱼。他的鱼长得那么大，全都是吃死老鼠、吃毒药长大的。他把这种有毒的死人鱼卖到城里的饭店，这是在投毒，是在谋财害命。你就是陈大炮同志，今天接到10名举报，说你的水产养殖基地存在严重的水质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。按照规定，
我们现在要对你的水源和鱼类进行突击抽样检测，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前，你的山头必须立刻封停，所有的鱼一条也不准往外卖。陈大炮，你死定了！老子活不成，你也别想活。没问题，既然领导要查，我陈大炮绝对配合，不用封山那么麻烦，我亲自带你们上山，直接去源头抽水，现场验鱼。王科长，别信他的鬼话，他那山上阴森森的，肯定藏着毒源。快走！这是天然的地下深层矿泉水脉！我的天，在咱们这缺水的地方，竟然藏着这么大一个天然水库！领导，水在这儿，鱼也在这儿，你们带了仪器，现场测吧。我陈大炮要是养了一条毒鱼，我今天自己把脑袋拧下来当球踢。王科长，水质没有任何问题，不仅没毒，酸碱度完美，这水里的矿物质含量极高，甚至达到了国家1级天然饮用水的标准。这水比咱们现成的自来水还要干净10倍。肉质紧实，没有寄生虫，没有任何毒素残留，这是绝对的极品健康食材。检测结果当场公布，铁证如山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那破山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水？你们是不是测错了？你们偏袒他！住口！匡伟，你这是诬告陷害，你在拿我们的时间开玩笑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性质的恶劣行为？哎，我们刚才进村的时候，可是看到了你包的那个池塘，满池子的猪粪，死水发臭，苍蝇乱飞，那才是真正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隐患。你这种毫无底线、违规乱排乱放的行为，我们防疫部门绝对不会坐视不管。我正式通知你匡伟，你那个烂泥塘立刻停业整顿，所有的污染源必须在1个星期内全部清理干净，否则我们将报请相关部门对你进行顶格罚款。匡伟这孙子真是活该，自己养了一池子臭鱼卖不出去，还想去害大炮。这下好了，鱼卖不出去，还得被罚款。匡家这回算是彻底败光了。陈大炮同志，对不起，我们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影响你做生意了。你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天然宝库，一定要好好保护，这可是能带动咱们全县经济的好东西啊！领导放心，我一定奉公守法，绝不干那种昧良心的事儿。送走了稽查组，我像个得胜的将军回了家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大炮，婶子求求你，你救救大家伙吧！大家伙活不下去了。大炮，我们瞎了眼啊！我们信了匡伟的邪，把家里的买米钱全投进那猪粪塘里了。信用社说明天就来收房子，我家的3个娃连过冬的棉袄都买不起啊！大炮，你是咱们村唯一的万元户，你帮帮我们吧！你们求他有什么用？他就是个铁公鸡，大家伙别被他骗了。他包山才花了500块，但他山里的水、山里的鱼，全都是咱们大队的集体财产。他陈大炮凭什么一个人独吞几10万？凭什么我们倾家荡产，他在这吃香的喝辣的？他不救我们，我们就自己救自己。他有那么多钱，那座山是属于我们全村的。让他把卖鱼的钱吐出来给大家伙分了，让他把山交出来抵债，大家跟我一起要账啊！大炮，把山交出来吧，我们要活命啊！匡伟躲在人群最后面，兴奋地发抖。来啊！谁想抢我的山？谁想分我的钱？今天就从这扇门里跨进来！王强，你家里还有个3岁的老婆孩子，你今天只要敢踏进我家院子1步，你就是入室抢劫！
不用匡伟去报警，我陈大炮拼着倾家荡产，明天也会去县里把你们全告进去。你们长没长脑子？你们欠的是谁的钱？是匡伟的，是匡伟拿大话忽悠你们，让你把棺材本投进他那个满是猪粪的烂泥塘里。现在鱼卖不出去，他欠了一屁股债，他为了不还你们的钱，故意挑拨你们来抢我，他这是在拿你们当枪使，当替死鬼。等你们因为抢劫被抓了，谁还去找他匡伟要账？你们的钱就彻底打了水漂了。不是的，乡亲们，你们别听他放屁，他是想转移注意力。那山，匡伟，你个生孩子没屁眼的畜生，你还想坑我们？你还我们的血汗钱！还钱！不还钱，今天把你家猪圈给拆了！都给我住手！乡亲们，打死匡伟，你们的钱也回不来。你们不是想活命吗？你们不是想赚钱吗？好，我陈大炮今天给你们一条活路。我不欠你们的，但我陈大炮也是喝荒山村的井水长大的。你们手里那些满是泥腥味的普通草鱼，别人不要，我陈大炮全收了。大炮，你说什么？你收我们的臭鱼？大炮，那鱼城里的老板1毛钱都不要啊！我陈大炮一口唾沫一个钉，但是我收鱼有我的规矩。我在山上不仅发现了天然的冷泉，我还摸索出了一套独家的瘦身鱼技术。你们的鱼为什么臭？因为吃的是猪粪，喝的是死水。只要把这些鱼放进我山上的地下冷泉活水里，不喂任何饲料，硬生生饿养它们3个月。3个月后，冷泉水会把鱼肚子里的泥沙土腥味全部冲洗干净，鱼的肥肉会被全部消耗掉，剩下的全是极其紧实的瘦肉。到时候土鱼直接变金鱼，我用城里大饭店12块钱1斤的渠道带着你们一起卖。饿养3个月，泥腥味就能没？这能行吗？大炮那鱼卖到15块钱1斤，咱们全村人都看见了，那水绝对是山水啊！钱就在这儿，渠道我也在手里攥着，但我一个人干不了那么大的买卖。我今天牵个头，咱们全村成立荒山村冷泉瘦身鱼合作社，你们的鱼算作入股的本钱，赚了钱我拿大头，剩下的按比例分给你们，保证让你们本钱翻上3倍赚回来。大炮啊，你这是以德报怨呐！你救了咱们全村的命啊！我代表全村老少爷们儿，谢谢你。大炮，我们跟你干！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！对，咱们都听大炮的，大炮就是咱们村的大恩人。大炮，我输了，我彻底服了。我塘里还有5万尾鱼，如果全都烂在手里，我就得去跳河了。你把我的鱼也收了吧，只要你救我这一回，以后在村里你陈大炮指哪儿，我匡伟打哪儿。匡伟，想进我的合作社可以，但我山上的冷泉溶洞面积有限，根本装不下你们全村5、6万尾大鱼，所以我们要干一票大的。山上的鱼下不来，我们就把山上的冷泉水引下来。从明天起，全村男女老少自带工具。我们要用最快的时间，在石头山上开凿出一条云水渠，把地下冷泉的水直接引到匡伟那50亩的烂泥塘里。匡伟，你欠的债最多，从明天开始你带头，把你那50亩烂泥塘里的臭水、猪粪一桶一桶的给我全部挖干净挑出去，池底要铺上最干净的鹅卵石。你要是敢偷懒1天，我就立刻把你踢出合作社。干，我干，我拼了命也干。从那天起，荒山村迎来了建村几10年以来最疯狂、最团结的时期。壮劳力跟我上山，顺着山腰砸石头开储水渠，妇女和老人去河滩捡鹅卵石，挑到村东头去。匡伟，带着你的人下泥塘掏猪粪。没有炸药，没有挖掘机，我们全凭着一双双肉手和几根铁棍，硬生生的在陡峭的石头山上一点一点的凿出了一条宽半米、深1米的云水渠。山下最惨的莫过于匡伟，曾经不可一世的村长儿子，现在每天满身泥雾，累得根本没力气再去动坏心思。1个月后，鱼塘、云水渠奇迹般全线贯通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糟了，这极其罕见的极端暴雨灌进石缝，绝对会引发泥石流。
全村人的血汗和活命的希望就会在今晚彻底画上句号。大炮，大炮，出事了！山上响了！娘，你在家别出来！去大队部敲响村里的大钟，把所有壮劳力全给我叫起来，带上沙袋和麻绳，快去！乡亲们，主坝要是垮了，咱们全村就彻底完了。今天晚上，咱们也得用人肉把这道坝给死死顶住。大炮，快拉他上来！我没事，死不了。坝没垮，咱们的主坝没垮。开炸！食堂彻底脱胎换骨，饿养计划现在正式开始。从今天起，不仅不准喂任何饲料，甚至连池塘边的草都不准让他们吃一口。听大炮的，谁敢坏了规矩，我匡伟第一个砸断他的腿！大炮啊，这鱼都饿脱相了，这还能卖钱吗？别全饿死了！这是在刮油去腥，要的是肥肉，留下的是真金白银，给我等！破冰，捞鱼！大炮兄弟，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以前送来的全都是20多斤银光闪闪的极品大鱼，今天你就给我看这几条破草鱼，这鱼我没法要。刘主厨，你是行家，切开看看。这怎么可能？绝了，真是绝了！这鱼的纹理比深海鳕鱼还要紧密。大炮兄弟，这鱼你这塘里有多少？5万尾，10万斤。10万斤，我给5块钱1斤。你这10万斤，我们全包了。鱼一车一车的运走，崭新的大团结一沓一沓的拿回村里。我盖起了村里第1栋2层小洋楼，买了全村第1辆小轿车，准备大办3天3夜流水席时，危机极其突兀的降临了。这车里的鱼我们要了，这是我们王经理订的货。老子是省城水产总公司的孙大雷，从今天起，你们村所有的鱼只能卖给我，价格5毛钱1斤。放你娘的狗臭屁！滚出我们村儿！你不按5毛钱卖给我，我保证你们村的鱼以后一条也出不了这个县界。你要是敢说半个不字，今天这几辆车就把这条路彻底焊死在这儿。他妈瞎了眼啊！敢撞老子！你就是那个想5毛钱强买我们全村10万斤瘦身鱼的人，在我们的地盘堵我们的路，抢我们的货，你当这是土匪窝？老子在省城做水产这几年，靠的就是人多拳头硬。你要是不识相，我手底下这帮兄弟可不长眼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是个蠢货。只要你出得起价，谁买不是买？王经理，出来！大炮兄弟，这群人不好惹啊！别怕，天塌下来我顶着。孙大雷，咱们在这村口开个公开竞标会，价高者得。陈大炮，你他妈耍我！老子今天就是只出5毛。他以为匡伟是村里带头闹事的刺头，整整200块钱给陈大炮当狗，多憋屈！你现在只要带头闹事，把陈大炮的台子拆了，事成之后，我让你当村里的代办。怎么样，兄弟？喊一嗓子，钱就是你的。去你妈的臭钱！你拿这几张破纸就想收买我，就想砸我们全村人的饭碗？
做你的春秋大梦。今天有我邝伟在这儿，有我们荒山村的人在这儿，你休想动大炮一根指头！好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给我上！把这几个不知死活的泥腿子给我废了！鱼全部抢上车，敲住！那是全村遇到极其重大危机时才会敲响的终极警报啊！谁敢抢咱们的鱼？孙大雷，你不是人多吗？你再看看，在我的地盘上，到底是谁的人多？你今天只要敢动一下手，我保证，你们连一块完整的铁皮都带不出村。陈大炮，你这是聚众闹事，是犯法的！放屁！我们全村人只是出来送货，谁动手了？到底是谁在犯法？王经理，竞标继续，你的出价是多少？我代表巨豪大饭店以及省城3家国宾馆出价5块5毛钱一斤，10万斤，55万，现在就装车，现金结账。孙大雷，王经理出5块5，你加价吗？你不加价，就立刻带着你这群废物给我滚出荒山村，永远别再踏进这里半步。算你狠，陈大炮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我们走。大炮，咱们赢了，鱼保住了！大炮赢了！大炮赢了！乡亲们，障碍扫清了，咱们的鱼清清白白的出村。王经理的钱已经准备好了，立刻装车。今晚咱们在大队部分钱。乡亲们，这55万一分不少，全都在这儿。咱们当初成立合作社说好的，我出技术和冷泉占5成，你们出鱼出劳力占5成，今天当场分钱。太好了！李叔，拿账本打算盘，叫名字。第1户，村东头张婶儿，入股泥塘起鱼400位，刨去损耗，按比例分红2200块。2200块，这是你应得的血汗钱。大炮，婶子谢谢你，你救了婶子全家的命啊！我儿子的媳妇本儿有了。下一户，王强，分红1800块。大炮哥，我以前是个畜生，从今往后，我的命就是你的。最后一户，匡伟。匡伟心里很清楚，他曾经怎么往死里得罪过我。如果我克扣甚至踢他出局，他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匡伟，你当初投进池塘里的5万尾鱼，是咱们合作社最大的本钱。虽然你这3个月是在赎罪，但一码归一码，按比例，你家分红27000块。大炮，你没扣我的钱。我陈大炮做事堂堂正正，说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。这27000拿去把你欠信用社的2000块钱窟窿补上，剩下的钱够你重新盖个全县最大的科学养猪场。匡伟，钱我给你了，路我也给你指了，以后是继续当个混蛋，还是当个堂堂正正的汉子，你自己选。极其巨大的羞愧、感激和震撼，彻底击碎了他内心最后的一丝防线。大炮哥，我以前不是人，我服了，我彻彻底底的服了，这辈子我这条命就是割你的。行了，把腰挺直了。荒山村的爷们儿，以后只许低头干活，不许弯腰做人。大炮来了，大炮娘来了！乡亲们啊，我匡建国当了30年村长，做梦都不敢想，咱们荒山村能有今天这神仙般的日子。这一切全靠了大炮。大炮不仅自己发了财，还没忘了咱们这个帮穷乡亲，他把心掏出来给咱们铺路。这第一杯酒，咱们全村老小敬大炮。乡亲们，这杯酒我喝了。过去穷是因为咱们没找对路，现在路通了，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红火。匡伟现在的养猪场已经严格按照科学标准重建，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恶臭。眼前这个汉子彻底脱胎换骨。大炮哥，当初我那张破嘴真是瞎了眼，我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蛋。如果不是你，
我匡伟现在就是一条跳河的死狗，咱们全村老小的好日子都是你给的，我这条命以后就拴在你大炮哥的裤腰背上，你指哪儿我打哪儿。这杯酒我干了，你随意。过去的翻篇了，明年我不光要卖鱼，我还要在咱们村建一个极其大型的加工厂，把咱们的鱼做成极其高档的罐头，卖到首都，卖到全国去。匡伟，你脑子活，运输车队的事儿交给你管。保证完成任务，绝不给大炮哥丢脸！好。